倒是个高手哦。来者何人啊？剑无敌。这么嚣张的名字啊！今日是我出关的第一站，无关人等，请速离开。点叶将军，观战即可。看来你是有几分嚣张的资本呐。骁勇答应我送我一柄好剑，让我试试手。看来你就是我要寻的那柄剑。虽然我总是陪着苏沐雨做比剑这种事儿，但总觉得这些无聊可笑。只是他喜欢，就陪着他去了。但是现在，忽然又觉得有些意义了。不是，忽然觉得更可笑，因为苏沐雨好像打不过那个。是柄好剑，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。无剑城城主卓雨洛，纯粹的剑心，绝对的剑道奉行者。除了我父亲之外，我再也不曾见过如此纯粹的剑意。遇剑之人，当心无旁骛。看来无双城内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能与这位先生一战，是我的荣幸。刚才那一剑只有剑意而无剑招，你挡得非常漂亮。然而接下来的每一剑都会比方才那一剑更强、更狠。那便更好。真正厉害的剑道高手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剑意。他的剑意，在一个“纯”字，没有任何杂质，10年磨一剑，真正纯粹的剑意。你有没有感觉，似乎天要下雨了？啊？好像是有几分凉意。这剑气竟带着一丝雨意。看来是一场精彩的决战。是啊，的确很精彩。你来了。你说以后这江湖之上，便是6大剑仙了吧？看来苏沐雨还真是遇到一个不错的弟子，连这压箱底的力气都用过。你说我的剑是你所见过的最纯粹的剑，而你的剑是我剑里最复杂的剑。在你的剑意之中包含着太多的情绪，有愤怒、不甘、隐忍、妥协，甚至还有温柔，几乎囊括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情绪。你究竟是经历了什么，才能挥出
如此复杂的一剑。然，一切归于平静。输了，赢了。不妙，是非常不妙。既然赢了，那为何还是不妙？因为苏沐雨用了最强的一剑却没有杀死他，而对手还未尽全力。方才那一剑很不错，能告诉我剑名吗？羽氏。羽氏。我自称剑无敌，然而我出关的第一战，面对到的第一个对手，我却输了。不过经过刚才那一剑之后，我又有了新的感悟。接下来这一剑，你必败，必死。我来吧，让我再试试。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纯粹的剑意，世间难寻。可万事万物若真到了极致不可回头的地步，极致的善变成了极致的恶，极致的恶反而成了极致的善，极致的光明更是一片黑暗。他马上就要走火入魔了。若是入魔能让我的剑更强，为何不入魔？你若不回头，执意这般用剑，不到1年时间，你将被剑意反噬，浑身经脉寸断而亡。父亲当年也执着于剑，可他从未忽视过自己的家人和臣民。人可以把剑视为最重要的事物，可剑不应该成为唯一。人会背叛你，而剑不会。想不到这么久过去了，无敌师兄信奉的还是如此极端的剑道。是你，你我之间的对决，怕是无法进行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一起制敌，也不失为一桩幸事。无敌师兄，许久未见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何还停留在原来的境地？停静越久，越静越强。等一个机会，一剑入神。一剑入神，很可惜，我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看来无敌师兄也加入了这场混战之中。既然背叛无双城，就别怪师弟大义灭亲。入魔之前，他已近乎剑仙，如今全然入魔，实力不可估量。看来我这个无双城城主，却是谁也敌不过了。盛极必衰，入魔之体看起来强大非凡，但却是外强中干。找准弱点，便能一击必杀。有执念深重之人，正在此地入魔。是如剑仙。一剑断水。
我来！空山新雨后，山云晚来去。你执着于剑，可剑是死物。你执着于死物，迟早会走进死胡同的。可常伴我身的，唯有一剑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事物都离我而去。无敌师兄，我没有胜，但你也不算赢。点将军，这次我们就饶你一命，以后一定要留点心。暗河的主意，最好不要再打。虽然此行未能与你对剑，但有这场对决，亦无遗憾。真没想到，在暗河之中，居然会有你这样的剑。怎么着？暗河之中，都应当是我这样的人。你们俩别站着了，今日使出了这么多损耗的剑招，还不赶紧坐下来调息一番？记得平时打完架，一定要赶紧及时注意调息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对呀，真厉害！剑师兄这一剑真是利落周在的气势，难怪师傅夸你是我们这一辈里最有天赋的。对，说是城主来看弟子们训练，说不准他爱才惜才，直接把你收为亲传呢。还不够，力道不够，灵犀在理。哇，师兄真是精益求精，往后师兄定是我们无双城的翘楚，师兄弟们的顶梁柱。哎，城主来了！拜见城主。罢了，燕回啊，这里就是我们无双城的练习场。我日间要处理事务，你平素啊，可来这里和师兄弟们切磋切磋，等婚时再回城主府习练剑招。他叫燕回，你们几个多多照顾照顾他。是。剑师兄，你怎么样了？再来！来呀！剑师兄，我得回城主府练剑了，明日再见吧。我会胜的，我会胜的！即使你有最强的师傅，有最好的剑法，我也会胜的。公子是个剑客。或许算是吧。那敢问公子和我师叔的关系是？曾有机缘找神医医治过我家长辈，在医治的过程中，和神医成为了朋友。
后来我这位兄弟出钱置办了这样一间宅子，为我和神医开了这间药庄。这药庄上面的雨字，便指的是我。果然如此。那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苏沐雨。是个好名字。那敢问公子，是我听说过的那个苏沐雨吗？或许是吧。我想过，当我们再次重逢时，他一定会震惊到我。没想到会如此震惊我，他居然和暗河一起开了间药庄。我们杀人，他救人，看似两条路上的人，却一起开了一间药庄，确实有些匪夷所思。明白了，一定是爱情，一定是因为他娘的爱情。你笑什么？一定不是因为你小子，因为你小子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东西。那就是你了。原来小师叔喜欢这种清冷公子的类型。没想到，真是没想到。那这位姓苏的小哥呢？你叫苏沐雨，那他又是苏家的哪一位？我啊，我是苏长河。送葬师苏长河。新药王，送葬师可是我之前的名号，我现在是暗河的大家长。那你又是苏家的哪一位？在下苏泽。告辞告辞。哎，前辈。小百草，去哪儿啊？师叔啊，我看你面色红润，行动自如，定没有什么大呀。哪有什么药人之术，都是妄言。我就几针下去，就把你的病治好了，就不必留我吃晚饭了啊！告辞告辞。哎，前辈不必担心，如今的暗河已非昔日之暗河。那今日之送葬师不是昔日之送葬师吗？你犹豫了，你迟疑了。小百草，你就别动苏沐雨了。这位苏哲，就是我寻找多年的阿爹。见过药王。怎么这般复杂？总而言之，我们不会伤害前辈，还请赶紧看病吧。苏沐雨，在改变暗河之前，我和哲叔是不是应该去江湖上做些好事，才能改变大家对我们的看法？可以确认了，是叶家的药人之术。看来他对药人之术掌控已经达到7、8成深了，远不是当初刚出谷时可以相提并论的了。所以我才找你来。小神医，我有些好奇，你和这位药王师侄相比，谁的医术更高一些？到底我是药王还是他是？要是我的医术比他高，辈分也比他高，那药王还能轮得到他？师叔过奖了。说吧，我这体内的药人之毒，究竟能不能去除？师叔及时服用了我们药王谷的追亲丹，再加上刚刚的刑针，这毒虫死了，只是残余的虫毒尚未去除。这毒虫都能杀死，残余之毒这么麻烦吗？之前那本书中记载，身体上有虫毒之人，死后将会变成无法控制的药人。变成药人，这还没问题。到时候师叔已经死了，现实一点说，确实跟师叔也没有一点关系了。只不过人死之后还不得安宁，现在想想，确实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前辈能否将其去除？若是不能，待我找到一样下落，
定将他带至此处。你放心，这自然能去除，只是需要一点帮助。什么帮助？在下定然在所不辞。这可不是寻常的刑针，我要在师叔身上插上13根银针，到时候师叔体内就会气血翻涌，恍如坠入火山之中。这时候阻挡师叔体内真气流散的外物越少越好。我不善医道，不太明白。白痴。就是说刑侦的时候，白神医最多只能穿一身礼衣。素素，医者不避嫌，我此举只为救人，心无杂念啊。不过，苏公子你没问题。他要是不行，我可以上，我心也无杂念。我发誓，老子杀了你！哎，好说好说，有话好说。这紫气东来都放出来了，这玩意儿闻上一颗要人命啊！治不了就算了。那你来选嘛，我们都行。哎，这叔，你是他爹，你替他选。我替他杀了你倒是可以。我想到一个办法。这叔，你就对你女儿的伤势这么放心？哼，药王醒不草都来了，自言无忧。这叔，这辈子你有没有喝过喜酒啊？哼，我们这一行都是受人喝死的，葬礼我倒是参加过不少。喜酒嘛，我只喝过我自己的。哼，哎呀。那是我跟霍怀他娘亲一路逃亡，路上在一间破庙里面结拜夫妇，拜了天地，供应了当时省上最后一壶酒，也算是喝过喜酒了。那酒滋味如何？甜啊！哲叔不是只喝烧刀子的吗？我听说只有南方的果酒才是甜的。还是烧刀子，但是那天喝起来就是甜。哎，我前辈不醉，那天也醉了，于是就有了我的女啊。哎，我倒是没喝过喜酒，不过如果有机会，也希望能喝上一杯啊。长河啊，你这句话讲起来意味深长不？你懂的。哼。倒也不必这么着急。师叔，得罪了。哲叔，你说，我们要是在南安城住下来，是不是也挺好？你爱属木雨附体了。只是忽然能理解木雨心中所想了。你可是大家长啊！世上有一个南安城，就有10个南安城，100个南安城。
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南安城，那他们也能找到他们的。一声令下，大家四散天涯，都过上这样的日子，不也是蛮好？政治的意志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。大家出生于江湖，哪个不想做那个叱咤风云、搅动风雨之鹰啊？我们都是站在过高处的人，我们晓得高处不过如此。但是暗河中还有很多人没有，他们还有野心。你看他们就这么四散离开，最终不过是死在另外一个战场之上。他说完了这一点，我可以政治选，苏沐雨也可以政治选，但偏偏你没得选择，因为你是大家长。师叔，接下来我将落下最后一针，期间的痛楚你应当知晓，还请稍作忍耐。起，落。苏公子，在，便是此处，便是此时。好。神已经睡过去了，一切安好。我便知道一切无忧的。饿了。药王想不想吃青椒炒鸡蛋？哎，于哥，药王大驾光临，我们能不能出去吃点好的？来，大点声，说出你的心里话。我想吃福寿楼13道大菜的盛宴，再配上一壶落白酒。再真心一点儿。我不想再吃我宇哥做的饭。这就对了。哎，萧炎，去福寿楼订最好的雅间，今晚就上的13道大菜的盛宴，好好招待一下远道而来的药王小师侄。我请客。明白了。我都有些恍惚了，没想到生病了还有这好处，都能吃上福寿楼了。是啊，我做东，最豪华的13宴，最好的落白酒，管够。好。没想到你这坏东西还挺有善心的，看着你整个人都变得慈眉善目了许多。我保证3日之内不和你作对喽。哼。你是良心发现了，还是他们虐待你了啊？一顿饭而已，怎么就不顾自己大病初愈，非要从床上爬起来跟过来？因为这药庄中每日的饭食，通常都是由我准备的。哦，一定是你做饭做得太难吃了，是不是？药王不曾吃过，又怎知难吃啊？那，哎呀，冒昧了，冒昧了。白擦无礼了，那就吃一吃。啊，这个是沐雨做的桂花糕，你试下子。
离江湖波澜壮阔。南城雪月，东城无双，与唐门等一众名门大派共筑江湖的光明与秩序。可光明之下，必有阴影。暗河，江湖中最神秘的刺客组织，一入暗河，此生就是别人手中的刀剑。但总有人在暗夜中向往光明，在波涛中渴望走向彼岸。暗河的潮水也在此时翻涌而上。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孽魅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体魅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好。
我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你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。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，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。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，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，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那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。
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哲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恢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头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
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可就死定了。朽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圣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哼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雨，你错了。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，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
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啊，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。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时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来这开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判处你是铁了心要上位啊！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哼。城郊废邑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13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呀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
家的锋武之刀。不错，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迫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，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的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被迫。若我拒绝呢？咱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没错没错，